格雷格·弗莱尼是一名55岁的中年男性，他和兄弟合开了一家油田采矿公司。由于炼油厂较为偏远，工作又比较忙，所以平时他都是住在公司附近的酒店里面，只有周末才会回家。2010年9月15日晚上，格雷格和往常一样，工作结束后回到了德克萨斯州伯蒙特优雅酒店的348号房间。这是他长租的住处，格雷格已经熟门熟路。大约7点钟左右，他回复完妻子苏西的电子邮件，便继续观看《钢铁侠2》，享受休闲的时光。而根据苏西透露，格雷格除了烟瘾大、爱吃糖之外，没有其他不良嗜好。虽然平时她经常吐槽丈夫缺乏锻炼，不爱惜身体，但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。出差在外的每天早上，夫妻俩都会例行通话问候。可这一天晚上，格雷格都没能看到《钢铁侠2》的结局。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苏西迟迟没有等到丈夫的电话，办公室的电话无人接听，员工也没有见到格雷格前来上班，这一切都太反常了。苏西赶紧叫几名员工去酒店看一看，然而348号房间无人应答。在酒店经理的帮助下，他们破门而入，看见了难以置信的一幕：身穿睡衣的格雷格弯腰趴在地面上，面朝地毯，已经没了呼吸。很快，警方来到了现场，仔细搜查348号房间后，首先就排除了盗窃的可能，因为房间里面没有任何闯入的痕迹。格雷格的手表、手机以及钱包里面的一叠100元大钞全部都还在。其次，房间内部没有任何药物、毒品之类的东西。最后，警察走访了隔壁的住客，他们都表示没有听到可疑的声音，而且格雷格身上也看不出有任何伤口或者挣扎的迹象，左手甚至还夹着一根烟，看来死亡发生的猝不及防。如果硬要说出一个疑点，那就是348号房间异常的闷热，这么热的天，空调竟然是关着的。根据苏西透露，丈夫是一个老烟民，平时经常咳嗽，还爱吃甜食，也不锻炼。自己曾多次劝他去医院看看，格雷格都无动于衷。因此，现在发现这样的意外死亡，苏西在震惊悲痛之余，还是能够接受这一调查结果的。眼下，不管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，似乎都能够证明同一事件：格雷格是死于常年不良生活习惯导致的自然死亡。但很快得知验尸报告后的苏西就不会这么想了。按照流程，只要尸体交给法医排除他杀或者中毒情况后，这个案子基本上就能结案了。负责验尸的法医名叫汤米·布朗，本以为这是一起再简单不过的自然死亡案件，但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汤米有了意想不到的新发现。在格雷格的阴囊上有一个奇怪的伤痕，粗看并不明显，但沿着伤口解剖，汤米惊讶地发现死者生前似乎受到过非常严重的内伤，出血点数量惊人，似乎是某种钝器撞击造成的。除此之外，死者的胃和肝脏还有小伤口，2根肋骨骨折，心脏的右心房还有一个洞。最奇怪的是，唯独全身外部没有任何伤痕。最终，汤米认为死者绝对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导致的意外死亡，而是死于他杀。这样的尸检结果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。如果说酒店服务没有进来过房间的话，那这就是一件密室凶杀案。而凶手的动机又是什么呢？根据酒店员工透露，虽然格雷格经常在外出差，但他的私生活很干净，喜欢一个人待着。工作结束后，一般都自行回到酒店，从不去酒吧喝酒泡妞。而且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生意上的伙伴，都坚信格雷格为人正派，受人喜爱和尊敬，绝不可能在外面树敌。可这么好的一个人却惨遭杀害，实在是让人想不通。为此，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，警方多次走访酒店，再次确认当晚没有人听到打架斗殴的声音。不过，警方怀疑过妻子苏西，可她并未给丈夫投保。格雷格死后，她也不是最大受益者，两人的感情相当的深厚，这一点也不是装出来的。苏西的嫌疑暂时被排除，对此警方焦头烂额，他们现在连个嫌疑人都找不到，更不要说揪出凶手了。而与此同时，眼看警方不给力，苏西内心非常焦灼，她不想再浪费时间，于是聘请了私家侦探肯·布伦南。按照惯例，肯询问了苏西案发现场有什么可疑的地方，苏西也如实回答道：房间异常闷热，照理来说格雷格每晚都会开空调，当时电视机都还开着，空调怎么会关了呢？后来肯又去查看了所有犯罪现场的照片以及尸检报告，他发现格雷格死前是左手拿着烟，难道他是个左撇子吗？可苏西非常肯定地告诉他，丈夫是右撇子，这一点也让人难以解释。根据酒店工作人员回忆，事发当晚唯一的小插曲就是格雷格在房间里面用微波炉加热爆米花，结果导致电线短路了。他所在的房间以及隔壁349和正下方的2个房间都停电。他联系酒店前台报告了这一情况，后来是修理工莱恩上门服务的。根据莱恩回忆，
面对自己的失误，格雷格还有点不好意思。除此之外，他一切都很正常。大约在晚上8点半，莱恩修理完电路后就离开了。身为最后一个见到死者的人，警方在莱恩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。没想到经过调查，这个莱恩还真有过性犯罪的前科。可警方后续并没有在莱恩身上挖掘到其他证据，这条线索也就断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至少可以得知，格雷格去世的时间大概是在莱恩走后没过多久，因为他都还没有想起来重新打开空调。这个时候，警方推测会不会是隔壁349号的房客因为停电事故与格雷格起了争执，最后导致了事故发生呢？可根据房客交代，他们一开始在房间里面喝酒聊天，后来去了楼下的酒吧，直到晚上12点才回到房间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还能听到格雷格房间传来了咳嗽的声音。这样的证词又让这起案件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。而恰好是这一点，让私家侦探发现了端倪。按照349房客所说，晚上12点有人在房间里面咳嗽，可格雷格在修理完电路后没过多久就已经去世。那这咳嗽声要么是凶手发出的，要么就是隔壁房客在无中生有。那么349号房间到底住了何方神圣呢？据了解，他们是来自外地的电工，分别名叫兰斯和蒂姆。这次和往常一样，他们在城里逗留，为附近一家石油公司服务。在这期间，兰斯和蒂姆从未与死者打过照面。考虑到这是一起密室杀人案，肯还是认定他们有很大的嫌疑。为了收集更多的消息，肯又回到了酒店。他不仅走访了酒店的工作人员，还在附近兜兜转转，打听起了这起密室杀人案。其中有一名领班告诉他，自己曾经听到过那家酒店里面传来过枪响。至于消息的真实性，他不敢保证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肯又设法找到了兰斯和蒂姆的老板。老板说他曾经听到过他们在私下讨论过枪支的话题。很快，肯联系了警方，一同重回到348号房间寻找线索。至于他确信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了枪支，必须要找到任何子弹头、弹孔的痕迹，可仍然一无所获。就当他们要放弃的时候，肯发现墙壁上有个奇怪的凹痕，看上去是一个修补过的洞。考虑到它可能与隔壁房间相连，肯留了一个心眼，又来到了349号房间检查。他用手摸了摸，发现填补洞口用的材料竟然是牙膏。这不像酒店的正常操作。为了消除疑心，2个房间各派了调查人员挖开了这个洞。最后，他们用激光笔从洞中照了进去，果然就是格雷格躺着的那张床。于是肯找到了法医汤米，再次确认尸检结果。汤米一再强调，死者就是死于殴打后的钝器外伤。但是信心十足的肯想要亲自看一看尸体，但此时的尸体已经被拿去火化。汤米拿出了尸检时的所有照片，肯看完后发现，这些伤痕竟然是可以连成一道子弹的轨迹的。而且这些所谓汤米鉴定的内脏撕裂伤，明明就是弹孔。只不过最先受伤的阴囊处皮肤比较有弹性，被打穿后皮肤收缩导致了伤口没有这么的明显。这下肯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就是一件枪杀案。而至于为啥一开始汤米没有检查出子弹头，可能是因为传统枪杀伤口的角度基本上是横向贯穿，很少有纵向贯穿人体的。再加上一开始汤米就错误的引导自己，很难让他联想到死者是被枪杀的，而那颗弹头很有可能还在死者的心脏处，只不过火化后很难保证它还存在。随后，肯也基本捋清了当晚的所有情况。在房间来电后，格雷格坐在床上继续看电视，他一边抽烟一边吃糖。突然之间，一阵疼痛袭来，格雷格被隔壁房间发射来的子弹击中了下体。子弹射进了阴囊后，贯穿内脏器官以及2根肋骨，最后打进了右心房。而此时的他压根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瞬间死亡。他设法走下床去门口求救，因为想要开门，于是把右手的香烟换到了左手，但最终他还是摔倒在了地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既然案发经过差不多捋清了，那隔壁住客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起初大家都猜测是因为格雷格害得他们房间停电，于是怒上心头。可实际上，开枪背后的真实原因恐怕会让你们大跌眼镜。为了套话，肯和警方再次找到了兰斯和蒂姆，声称只是例行公事，回答一些细节问题即可。和之前的回答一样，蒂姆详细的回答了每一个问题，坚称他们没有听到任何声音。而对于枪的事情，2人只字不提。最后，肯直言了做伪证的后果。他警告蒂姆不要为了保护朋友，轻易让自己和整个家庭陷入困境之中。再不坦白，蒂姆必须得和兰斯一起坐牢。听到这儿，蒂姆终于打破了心理防线，还原了事发当晚的经过。原来，在2010年9月15日晚上，除了兰斯和蒂姆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同事特伦特也一起在349号房间喝酒。显然，兰斯喝的有些多了，但他还没有尽兴，又叫特伦特从他车里再拿一瓶威士忌过来，顺便带上他的手枪。当兰斯开始玩弄手枪，指着其他2个人，他们的酒都被吓醒了。蒂姆直接躺在了地上，不肯坐起身来，而兰斯又将枪指向了坐在床角的特伦特。
这个时候枪走火了，特伦特吓得以为自己中枪了，没想到是身后的墙上多了一个洞。对于朋友如此出格的行为，特伦特感到非常的厌恶，于是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此时兰斯自己也吓傻了，他赶紧把枪收起来放回到车上。为了掩盖这一切，他用牙膏把墙上的洞补好，就和蒂姆去楼下的酒吧压惊。然而即使在此过程当中，他们三人都知道隔壁348号房间是住着人的，但都没有人去查看情况。至于最后午夜回来的几个人听到348号传来的咳嗽声，如果是属实的，那很有可能就是奄奄一息的格雷格发出的，此时的他应该还活着。最后有关格雷格的死亡真相水落石出，兰斯被判处了10年监禁。不得不说，这起密室杀人案简直是太戏剧化了。首先是法医的误判，把所有人的线索都带跑偏了，而私家侦探的推理方式无外乎把重要的细节放大。仔细想来，凶杀案无外乎情杀、仇杀和财杀。一开始怀疑过的妻子、合作伙伴，甚至是酒店工作人员，在调查过程中，这些人的嫌疑都一一排除。本以为有什么天大的恩怨需要如此精密布局，最后竟然是隔壁陌生人的手枪走火，实在是让人没有想到。况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隔壁的人竟然还能当无事发生，自顾自的去喝酒，只能说心真的很大。另外，格雷格中枪后没有第一时间死亡，在求救的这段时间里面，他一定非常折磨，全身动不了，到最后只能慢慢没了呼吸。而让人后怕的是，格雷格的案子差一点就按自然死亡结案了。如果走到了这一步，兰斯恐怕就能永远逍遥法外了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各位知道有哪些比较可怕的职业病呢？话说比起今天要讲的内容，咱们的鼠标手、腱鞘炎、颈椎病这种恐怕都算不上什么。尘肺病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吧？这是我国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，大约占总数的90%。他们曾是社会上建设的奉献者，到头来却是苦苦求医，只能在医院里面等死。然而有一种职业病和尘肺病比起来，应该算是它的加强版了。因为最早做过这类工作的工人，大部分都中毒在身，甚至有一部分就直接离开了人世。曾经的英国发生过一场长达100年的公共卫生灾难，夺走的生命比任何其他的职业病都要多，这就是石棉肺。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石棉，这是一种天然的纤维状硅酸盐类矿物质，具有高抗张强度、高耐热、耐侵蚀、电绝缘等特点。最早用于织布、防火绝缘材料和保温材料，市面上的石棉制品有将近3000多种，主要用于保温、防火、隔热、防腐、隔音、绝缘、机械传动、制动等方面。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在汽车、化工、建造业和制造业等领域。而石棉肺就是一种用长期接触石棉引起的慢性肺部疾病。普通的石棉如果不去动它的话，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险。可一旦含有石棉的材料被凿碎、钻孔、破碎或者变质，那它就会释放大量含有石棉纤维的细粉尘，这些粉尘犹如钢针一般飘在空中，进入到人体器官内，长久以往就会导致石棉纤维进入肺部，造成肺部不可逆的纤维化，逐渐堵塞肺泡，最终令肺泡失去功能。而肺泡主要是气体交换的场所，如果它的功能丧失，患者自然会出现持续咳嗽、胸痛、呼吸衰竭等问题。所以说，石棉肺对于肺部的损伤是不可逆的。如果在此基础上，患者还喜欢抽烟，那么症状不仅容易恶化，还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。早在1906年，蒙塔古·莫里博士曾经就报告过一则病例，对方生前在一家石棉纺织厂工作了整整14年，当时他们车间共有10人，自己是唯一一个幸存者。可惜好景不长，这名男子还是死于肺纤维化。经过尸检，蒙塔古博士在他的肺里面发现了石棉，于是立刻向部门工业疾病委员会提供证据，证明这名男子是死于石棉相关的疾病的。然而，博士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水花，而那些每天都和石棉打交道的员工仍然被蒙在鼓里。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my case? I have been home 9 weeks now and not received a penny. I am needing nourishment and the money. 我应该还有9个星期的工资，但没收到过1分钱，这根本不是我的错。这句话是出自内利克肖，他是历史上第一例记录在案的石棉肺受害者。而内利的工作经历要追溯到1903年，年仅12岁的他离开学校，进入到一家棉纺织厂工作。1917年，内利转而来到了特纳兄弟石棉工厂，他的工作内容很简单，就是负责将石棉纤维纺成纱线。
一直以来，无论在哪家工厂，内里工作都非常的认真，手脚也很麻利。在20世纪初期，石棉被看作是神奇的矿物，它既可以编织，又耐高温。随着蒸汽动力机的发展产生的巨大热量，无论是船舶、蒸汽机还是发电厂，都需要用到防火绝缘的石棉。因此，商用石棉的需求量与日俱增，相关工厂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可员工们的健康问题始终无人在意。就比如内里的肺部时常出现问题，他经常要跑去医院治疗，出勤也断断续续的。到1922年7月22日，内里病得很重，已经彻底不能再工作了。经医生诊断，内里的病情属于石棉中毒，是在工作当中慢慢被毒害的。事后，医生还为他开了不宜工作的医疗证明。根据工人赔偿法，患有某些由政府确认的职业病工人，有权从雇主那里获得报酬。眼下医生的判断也证明了内里得的是职业病，所以他完全可以向雇主寻求赔偿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顺利，内里的雇主特纳兄弟直接拒绝了他的赔偿申请，原因是石棉中毒并未列入政府的职业病清单。特纳兄弟表示，工厂没有义务支付他损失的工资，更不可能进行多余的赔偿。话说，如果这个时候资本家能够把内里的病例当回事情，愿意给予帮助，并引以为戒，那也就不可能会毒害一代又一代的工人了。只可惜，在1924年，内里因病去世，留下丈夫和年幼的孩子。可悲的是，她从踏入工作的那一刻起，就在不知不觉当中遭受着石棉的毒害。但直到临终前那一刻，内里都没有索要到1分钱。如此致命的职业病被忽略，资本家却只质疑石棉中毒诊断的真实性，利用法律、保险公司和医学专家来维护资本利益。由于病例特殊，在内里去世后，验尸官进行了尸检，果然通过显微镜检查，验尸官得出了结论：内里的死因是由于吸入矿物质颗粒导致的肺部纤维化，因此他也成为了第一个被官方验证死于石棉肺的人。尽管如此，石棉肺被正式列为职业病的过程花费了将近10年时间。像特纳兄弟这样的石棉工厂并没有意识到石棉给工人带来的危害，更不要说采取任何保护措施。根据一项调查显示，在特纳兄弟工厂当中的工人中，有80%都有肺部纤维化的迹象。另外，长期员工患肺癌的几率也是英国普通公民的10倍。工龄5年以上的员工有1/3患有石棉肺，而工龄长达20年的员工当中，只有1/5侥幸逃过了石棉肺之苦。显然，无论资本家怎么逃避，都无法改变这一真相。石棉肺在特纳兄弟工厂员工当中是普遍存在的，他们有意忽略了潜伏在工厂设施当中的石棉危害，放任员工中毒、生病甚至死亡。最重要的是，内里最后连应有的工资都没有拿到，想拿到职业病的赔偿简直是异想天开。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，内里穷困潦倒，他为资本家卖命了10几年，没想到他们竟然选择牺牲员工的生命来换取丰厚的利润。而内里的死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石棉的看法，也推动了1931年第一部石棉行业条例的发布，里面明确规定了控制工厂当中石棉粉陈量。和内里一样，诺拉多克蒂也受雇于特纳兄弟石棉工厂。他从1933年就开始工作，担任梳理和纺纱部门的机器助理，工龄长达13年半。1948年的11月，诺拉因病被迫终止了雇佣合同。2年之后，年仅31岁的她就去世了，比内利还要小上2岁。可悲的是，诺拉的丈夫在早几年就先走了一步，现在只剩下孤身一人的女儿。后来，诺拉的父亲接走了孙女，他还不遗余力地向特纳兄弟石棉工厂寻求赔偿。1950年2月23日，验尸官对诺拉尸体的肺组织进行了尸检，发现了它是由于石棉肺恶化后产生的全身性结核。随后，曼彻斯特尘肺病医学小组发布了一份最终报告，确认死因为石棉肺伴有的肺结核。不过幸运的是，诺拉的家人成为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石棉肺而获得赔偿的人。他的成功案例也给成千上万深受石棉肺困扰的家庭铺平了道路。他们追随诺拉家人的脚步，一同追究所属单位的疏忽和责任，讨回公道。据统计，在1931年至1950年期间，共有140名石棉肺受害者获得了总计87938英镑的赔偿。其实，同样是石棉肺，不同的患者预后差别可能会很大。这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病情迅速恶化，但很多情况下，患者的治疗进展并不理想，由此导致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缩短预期寿命。另外，石棉肺患者在其他重病的风险也会更高，就比如胸膜疾病、间皮瘤和肺癌。所以，石棉肺并非这类患者的唯一死因。更可怕的是，就算不直接吸入石棉粉尘，也有可能遭殃。1965年，穆利尔和希尔达2位博士联合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强调石棉肺的2次暴露也具有相当高的中毒风险。简单点来说，就是工人在工作现场使用石棉，或在石棉周围工作，属于职业性石棉接触。可当他们下班后，石棉纤维会粘在他们的衣服或头发上，共同生活的亲人难免也会吸入这些石棉纤维，这就经历了第2次暴露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为丈夫清理工作服的妻子和父亲亲密接触的孩子们，谁又能逃过这一劫呢？那下面我们来看看穷汉考克与家人的故事。
琼出生于1936年，家在西约克郡阿姆利镇，附近有一家石棉工厂。1982年，母亲因间皮瘤去世，而1993年，他也被诊断出同样的疾病。可仔细想来，琼与母亲从未与石棉打过交道，家里也没有人在石棉工厂上班，却也遭此劫难。琼很是不甘心，他决定反击。可这些公司有钱有势，真的会屈服吗？但一想到自己未来要饱受疾病困扰，他毫不畏惧，拿着诊断书寻找一位愿意帮助自己的律师。而琼的据理力争也大大鼓励了当地居民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他们大多都是在石棉厂医治下长大的，在这里上学工作，却不幸患上了间皮瘤。好在最后琼胜诉了，他的成功直接开创了一个先例，说明雇主不仅要对员工负责，也要对居住在附近遭受致命环境暴露的人负责。其实到了这里，英国石棉行业已经到了消亡的境地。虽然有一系列法规加强了对石棉暴露的控制，但这也只是垂死挣扎，因为含有石棉的材料在建筑业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和监管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英国间皮瘤死亡大流行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间皮瘤的潜伏期很长很长，因此有专家预测，到了2020年，间皮瘤流行病会达到最高峰，主要集中在加工石棉板的工匠、水管工人和电工身上。其实职业病就像是个隐形杀手，它不像交通事故、意外爆炸来得这么的猝不及防，它是一种看不见的灾难，日积月累的给人造成伤害，深刻又久远。而关于职业病，从预防到诊断再到治疗赔偿，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。可真正协调起来会一帆风顺吗？遗憾的是，这个答案是否定的。患者本身遭受的病痛就已经够难的了，只希望相关部门不要再让他们寒心了，降低职业病的概率，努力救治，不要让它毁掉每个家庭的健康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职业病有什么看法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腿开始不停的生长，该怎么办呢？就像是照片当中的这样，不是变长，而是越来越肿胀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说截肢啊，但照片当中的案例似乎是截肢手术无法终止的，因为截完后的残缺肢体还是会不停的生长，到最后甚至连装假肢的机会都没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生长速度完全超过了假肢的制作速度。那这算是哪门子的怪事呢？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怪病，全球范围内仅仅确诊了200多例，而目前只有120人存活，他们正拖着这个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腿，渴望专家们能够开创出新的治疗方案，哪怕只是抑制住它的过度生长。视频里的这名女性名叫曼迪·塞拉斯。1975年2月20日，她出生于英国兰开夏郡，全家都沉浸在新生儿降临的喜悦当中。可好景不长，医生发现了端倪。曼迪长着一双异常肥大且畸形的腿脚，而且左腿比右腿长了至少7厘米，身体比例严重不协调。渐渐的，她与普通的婴儿相比，腿脚足足大了2倍之多。最关键的是，畸形部位的生长速度还非常的惊人，而其他身体部位都是正常的。医生也说不上这是什么病，但他预估曼迪活不了多久。后来大约在1岁半的时候，曼迪开始学会了走路，这给所有人都带来了希望。虽然他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奔跑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。另外，曼迪还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虽然花费了比同龄人更多的时间，但努力得到回报的感觉还是令他非常的开心。然而在7岁那年，有专家建议曼迪的母亲考虑截肢手术，因为她的双腿已经长得太过于肥大，全身严重不协调，再这样下去根本就没有办法走路。这一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，难道真的已经到达了截肢这一地步了吗？看着眼前还能跑还能跳的女儿，母亲实在是于心不忍。她拒绝了专家的建议，反而鼓励曼迪去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尽早学会独立。毕竟母亲还心存一丝希望，女儿在未来能够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。在父母的支持下，曼迪和其他青少年一样，出去聚会喝酒，结交了不少朋友。1994年，19岁的曼迪从家里搬了出去，独立生活。此时的他已经不需要他人的帮助，依靠拐杖或者轮椅就能够独自出行。除此之外，曼迪拥有一辆经过特殊改装的手控汽车，为此他能够独自出远门。别看他从小就被怪病缠身，一直以来他思维敏捷，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，不仅获得了中央兰开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，还充分利用课余时间，每周都会去当地的动物研究中心做志愿者，帮助清理兔子笼，着实令人刮目相看。实际上这些事情听起来非常容易，但仅仅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的。曼迪每天早上起床，光是穿衣服这一项至少就要花费1个小时，有时候还不止。所以等他收拾完去厨房吃早餐，基本上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如果这天他要外出，但还得做好充分的计划，不能只是心血来潮想出门闲逛。一直以来，曼迪都在努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但总是会被现实打击。比如他曾经在餐厅遇到过几个不懂事的成年人，他们看到曼迪后大声惊呼，对着他的腿指指点点，还传来了毫不掩饰的嘲笑声。虽然曼迪已经习惯了被众人注目的眼光，也不介意孩子们好奇地盯着他看，但成年人也如此，实在是有些残忍。
然而到了28岁那年，曼迪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改变，关节炎、神经脉血栓、腿部血栓使得曼迪的病情每况愈下，最终导致了他腰部以下瘫痪了将近2个月。后来曼迪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学会了走路，这恐怕是常人想象不到的痛苦。3年后的一天，曼迪不小心撞到了腿，结果造成了血液感染，紧接着便是肾脏衰竭，并且感染了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曼迪的情况很不好，他四处求医，想要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医生都怀疑这是变形杆菌综合征的一种，但没有一个人敢下定论。此时的曼迪甚至开始怀疑，全世界是不是只有自己得了这种未知的怪病。到了2006年5月，曼迪的病情在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典型了，但一些医生还是把它看作普罗特斯综合征。这是根据希腊一位能够改变自己形状的海神普罗特斯来命名的，又名变形杆菌综合征。这种病与遗传基因变异有关，在全球都非常罕见。患者在孩童时期体型相对来说还算正常，但随着身体开始发育，这种进行性疾病便会出现端倪。主要特点就是患者的皮肤、骨骼及软组织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或者过度生长。另外，不同病例的畸形程度存在着很大差异，临床表现也各式各样。在了解了基本情况后，曼迪也清楚再这样下去不行，截肢才是挽救自己生命的唯一方法。然而，英国专家提出了截肢方案是从臀部开始直接截掉左腿，再从膝盖以下截掉右腿。这样一来，曼迪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做起来了，比起不截肢的时候还要残疾。显然他不太认可这种方案。恰好此时有一家电视制作公司联系到了他，提出了想制作一部有关于曼迪的纪录片《巨腿女人》，对方保证免费送曼迪去美国会见各路专家，听听他们有无更好的治疗方案。曼迪非常的心动，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。果然在美国，曼迪遇到了著名的整形外科医生威廉·埃特尔博士和假肢奇才凯文·卡罗尔。他们两人因合作处理过多起相当具有挑战性的案例而闻名，其中凯文还给海豚制作过假尾巴。在交谈过程中，曼迪也深刻认识到截肢是在所难免的，而对于之前医生提出来的截肢方案，威廉医生和凯文也觉得太过于严重，这显然会大大限制他往后的日常生活。这一场交流确实给曼迪带来了很大的希望。在2009年10月的一次采访当中，曼迪预估自己的总体重为133公斤，而双腿部分竟然占到了95公斤，上身又比较纤细，他平时穿中码的衣服都足够了，而比起自己的腿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2010年，曼迪的左腿接受了手术，膝盖以下被截肢。虽然不指望彻底告别这难以捉摸的怪病，但曼迪坚信截肢肯定能够稳定住病情。然而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术后22个月，曼迪发现自己的残肢就像是树桩一样，竟然又开始加速生长，日益膨胀起来。他设想过很多术后可能面临的并发症，可唯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因为生长速度超过了他的想象。很快，曼迪的左腿就装不进假肢了，更新假肢尺寸的速度竟完全赶不上残肢变大的速度。而与此同时，他发现自己的行动能力也越来越差，身体开始逐渐不受控。自此，曼迪也深刻意识到，截肢并不能够稳定住他的病情，如果继续截肢，他很有可能会持续疯长。可越是这样，曼迪越不颓废，放弃自己，他意志坚强，日复一日的活动身体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2013年，英国电视台在一档特别节目当中再次报道了曼迪的超罕见病例。这一次，根据医生对他的基因测序显示，是 PIK3CA 基因突变影响了他的半个身体。这证实了曼迪的病症不一定是变形杆菌综合征。根据遗传信息，他服用了雷帕霉素，有效阻止了双腿继续生长。90天后，病情有所缓解。大约服药5个月后，曼迪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腿在缩小。之前做的假肢已经非常合身。虽然这种治疗方法并不能完全治愈疾病，但这对于曼迪来说已经是奇迹了。其实，在历史上最著名的普罗特斯综合征患者大概就是约瑟夫·麦里克。可能大家对这个名字不熟，但看到这张照片应该就认识了。因为顶着一颗巨大而畸形的脑袋，所以他也被称作为象人。起初，约瑟夫和普通婴儿并无异处，但到了2岁的时候，母亲就发现约瑟夫的皮肤开始长出了褐色的东西，摸上去还凹凸不平，像是海绵。很快，这种东西蔓延到了脖子、胸口、后脑勺以及背部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约瑟夫整个右半边的身体都长满了这种褐色的肉块，看上去非常难看。最关键的是，因为畸形生长，约瑟夫说话都含糊不清，行动笨拙，生活苦不堪言。成年后，为了养活自己，约瑟夫只好转战于各大畸形秀。面对人们的好奇，约瑟夫解释说，自己之所以会畸形，是因为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受到了大象的惊吓，所以长成了象人。在早期，医学界根据象人的病情和描述，将其误诊为神经性纤维瘤。后来，随着医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，一位名叫汉斯·维德曼的德国医生首次将普罗特斯综合征与象人病联系在了一起。而现如今，曼迪是一家慈善机构的创始人，致力于为相关患者提供任何帮助。另外，他还呼吁电动轮椅的厂家
设计出带有可调节脚踏板的轮椅。要知道，哪怕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改变，对于残疾人来说也能够便利一大步。最后，曼迪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事迹，提高人们对这种罕见病的认识，消除偏见。其实，不管是约瑟夫还是曼迪，他们能够跨出家门为活下去而努力，这样的勇气和忍耐都已经超越了常人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对于曼迪的遭遇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关注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